天文学家发现，我们的银河系正以每秒390米的速度飞向一个无法解释的地方。20世纪70年代，天文学家在研究宇宙诞生时留下的余晖时，有了一项惊人发现：我们的银河系以及其中的一切，包括你在内，都在宇宙中飞速穿行，速度高达每秒390米，首次精确测量出银河系的移动速度。这是一项重大成就，但也略有点让人害怕。因为没人确切知道银河系为何会以如此之快的速度移动。我们银河系的大部分速度可以用宇宙膨胀来解释，宇宙膨胀会导致所有天体以某种速率移动，这种速率可通过哈勃流来描述。剩下的部分速度则可归因于银河系与邻近星系之间的引力相互作用，但仍有一部分速度无法解释。我们银河系的移动速度和方向始终存在无法合理解释的偏差，这就像我们整个银河系被某个遥远的巨大天体拽离了原有轨道。更令人震惊的是，并非只有银河系在被这个神秘的不可见天体拉扯，而是所有天体都在受其影响。在我们所处的宇宙区域内，每一个星系在这片跨度超过5亿光年的区域中，都在被无情地拉向同一个未知事物，简直令人不寒而栗。天文学家凭借至今仍令人惊叹的想象力，将这个神秘天体命名为巨引源。想出这样一个巧妙的名字并不难，难的是弄清楚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宇宙中只有一种力能让整个星系在数亿光年的距离上偏离轨道，那就是引力。引力由质量产生，物体质量越大，其产生的引力就越强。要在数亿光年的距离上吸引10万个星系，巨引源的体积必须极其庞大。我说的庞大是指那种难以想象、令人震惊，甚至突破宇宙规律的巨大。问题在于，它究竟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当它最终将我们拉过去时，我们会面临什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通常我们研究宇宙中的遥远天体时，会用望远镜对准它们仔细观测。但更离谱的是，当天文学家首次尝试用可靠的望远镜探测巨引源时，很快发现这种方法根本行不通。银河系是一个螺旋星系，直径约10万光年，其包含的约1000亿颗恒星集中分布在一个厚度为1000光年的平面内。当我们试图穿过银河系平面观测深空时，视线几乎完全被巨大的星际尘埃和气体云遮挡。银河系平面所覆盖的这片天区被称为回避区，它遮挡了我们对约10%宇宙的观测视野。巨引源恰好就位于这片回避区的正中心，这就是为什么在巨引源被首次发现后的几十年里，我们始终无法知晓它的真实本质。我们只能通过间接方式研究它，就是测量它对周围星系的引力影响。虽然可用的信息有限，但这至少让我们确定了巨引源的大致位置，位于1.5亿至2.5亿光年之外，朝向天炉座的方向。同时，我们也首次窥探到了它的庞大质量。根据目前最精确的估算，巨引源的质量相当于10万亿个太阳。在当时，这个数字完全超出了人们的认知。宇宙中没有任何天体的质量能接近这个规模。截至目前，人类发现的最大单个天体是一个名为TON 618的超大质量黑洞，它的规模大到离谱，以至于我甚至怀疑那些天文学家可能是为了好玩而编造了这个数据。这个超大质量黑洞的直径接近2500亿英里，它驱动的类星体发出的光亮度相当于140万亿个太阳。它或许是宇宙中曾经存在过或未来会存在的最大天体，是一个既令人惊叹又令人恐惧的湮灭噩梦的化身。然而据估算，它的质量仅为660亿个太阳质量。对于黑洞而言，这个质量已经很可观，但与巨引源这个庞然大物相比，仍相差约15万倍。顺便提一句，科学家还发现了一个更大的超大质量黑洞凤凰 A， 质量约为1000亿个太阳质量，但关于它的真实规模目前仍存在争议。无论这两个黑洞中哪个更大，核心问题依然存在。如果已知宇宙中最大的天体，其质量都远不足以解释巨引源的引力效应，那么巨引源到底是什么？科学家其实已经找到了答案。正如我之前所说，用普通望远镜直接研究巨引源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可见光波段并非我们唯一可用的观测手段。在巨引源被首次发现后的约40年里，我们在射电望远镜和红外望远镜技术上取得了巨大进步。借助这些新技术，我们终于能够穿透回避区，首次短暂观测到了包含神秘且庞大的
巨隐园的那片天区。那么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什么？是宇宙中臃肿不堪的黑洞，还是高等外星文明建造的星系间巨型结构？这些都不是。我们实际发现的是更多的星系，而且数量多得惊人。听起来这可能有点虎头蛇尾，但观测到回避区之外的天体，最终帮助我们理解了巨隐园的真实本质。它与我们最初的设想完全不同。要解释清楚它是什么，我们需要穿越回宇宙诞生之初。很大一部分人认为宇宙是完全随机的，2万亿个星系像漩涡一样四处散布，但事实并非如此。宇宙具有清晰的大尺度结构，我们称之为宇宙网。科学家目前仍未完全弄清楚这种结构形成的原因，但最普遍的理论认为，早期宇宙并非完全均匀，物质分布存在微小波动，密度较高的区域质量更大，因此具有更强的引力势能，进而开始吸引更多物质。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宇宙中物质密集的区域越来越富，物质稀疏的区域越来越穷。这本质上就是星系间的资本主义。通过这个过程，引力缓慢而坚定地塑造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宇宙，将物质汇聚成宏大的结构，同时留下几乎无边无际的空洞。我们今天看到的宇宙结构遵循着清晰的层级，虽然我做了一些简化，但大致来说就是恒星构成星系，星系构成星系群和星系团，而星系群和星系团又进一步汇聚形成超星系团。在我们所处的宇宙区域，这个层级结构大致就是太阳是银河系的一部分，银河系是本星系群的成员之一，本星系群包含约40个星系，而本星系群又是室女座超星系团的一员。室女座超星系团由约100个星系群和星系团构成，规模极其庞大。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室女座超星系团就是我们宇宙邻里的全部，但我们错了。当我们终于能够观测到回避区之外的天体时，我们意识到包含约 4.5 万个星系的室女座超星系团只是一个更庞大结构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的一个分支。到这里，我们讨论的尺度已经超出了人类大脑的理解范围，相关数字也变得毫无实际意义。但为了准确起见，还是要说明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的直径约为 5.2 亿光年，包含约10万个星系。简单来说，它真的非常非常大。而最重要的一点是，那个神秘的巨隐园恰好位于它的正中心。这么说并不完全准确，巨隐园并非位于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内部，它就是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这就是我们首次观测到回避区之外的天体时所学到的巨隐园不是一个物体，而是一个区域。我们经常将时空比作一张蹦床，这个比喻虽然存在不少争议，但对我们理解当前问题很有帮助。把一个重物放在蹦床上，床面会发生形变，这个形变就代表时空的弯曲。物体质量越大，形变越深，引力也就越强。巨隐园就是我们所处宇宙区域内蹦床的最深点，它是一个庞大宇宙结构的引力中心，所有周边星系都在向它坠落。目前我们已经基本弄清楚巨隐园是什么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当我们到达那里时会发生什么呢？这就要说到一个更令人困惑的点了。巨隐园位于 1.5 亿至 2.5 亿光年之外，为了简化计算，我们姑且按2亿光年计算，以我们目前每秒390米的速度向它移动。根据我的计算，我们大约会在950亿年后到达那里，但实际上我们永远也到不了。原因在于宇宙正在膨胀，而且膨胀速度还在加快。我们或许正以极快的速度向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的中心移动，但由于时空的加速膨胀，即使我们向巨隐园移动的速度在增加，我们与巨隐园之间的距离最终仍会开始变大。这听起来可能有点绕，我举个例子，想象一下2只蚂蚁在气球表面朝着对方爬行，如果气球体积不变，最终2只蚂蚁会相遇，但如果开始给气球充气，2只蚂蚁之间的距离就会增加。如果充气速度足够快，无论蚂蚁爬得多快，它们之间的距离都会越来越远。银河系和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的关系本质上就是如此。所以遗憾的是，我们的后代永远无法到达巨隐园。对于那些喜欢思考存在性焦虑的人来说，有一点值得注意：宇宙膨胀不仅会让我们远离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还会让我们与宇宙中的一切事物完全隔绝。如今可观测宇宙的直径为930亿光年，包含约2万亿个星系，其中约40个星系与我们存在引力束缚，我们会与它们长期相伴。但由于宇宙膨胀，其余所有星系最终都会以超光速的速度
退入冰冷黑暗的宇宙深处。由于宇宙中没有任何事物的速度能超过光速，因此无论人类文明能存续多久，发展到多么先进的程度，都永远无法探索那些星系，甚至连它们恒星发出的光都无法到达我们这里。而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宏大宇宙网，最终会消散得无影无踪。